眼睛透明键，肩胛可避让，肩膀拉伸关节，曲肘幅度，抬腿幅度，这边抬腿幅度，身上偷色漏色，肩胛软胶一体，然后背后。万代你就买吧，一买一个不吱声。小比例系列又迎来了自己非常严厉的父亲啊！灵动创想出品的假面骑士英雄本色的第一弹小比例可动人偶，这一弹没有隐藏款啊，直接开箱就是这6款，然后大概看一下具体内容。内容物总共是有6盒啊，每一个都是有单独的这么一个包装，它还是有一点盲盒的成分在里面，但是你直接可以开出这6款没有隐藏款，每一个的封面它基本都是一致的这种小盒子的一个形式。我们先来逐步开箱啊，打开过后就会有这么一个支架、一个主体、手型和特效件，效果我觉得是很好的。这个是我特别喜欢灵动创想的一点，因为他家的模型你这里买了过后直接拆开就可以玩，不需要一些繁杂的拼装。我真的不是很喜欢拼装，甚至每个的脑门上它都会有一个罩子啊，去保护头雕。现在先全部拆开，每一个模型的话都会附带一个需要拼装的支架，分为4个结构啊，一个底座、2个支撑和一个夹子，装对装的连接在一起，这个就可以直接使用了。它的活动范畴的话还是非常大的，前后左右的话是没有的，然后支撑这个位置，然后还有一个加持，这个是每一个模型都会负载的，就是这个地台它有6个。然后这边会发现每一个骑士它的头部都有一个专门为他们所定制的一个头罩，这个是为了保护他们的天线和头部的漆面。最主要的话是保护这个天线，这边都可以看到他们的天线是非常的笔直的。其实大家看到这一个模型的话会很熟悉，如果你买过之前万代的这个系列的核弹，就会发现他们的身高或者是规格是相对一致的，但是万代这边会出现你买来的时候头部这些需要简单的一个拼装，然后它的天线这边就是歪的，我还用烫水给烫过，这个是没办法避免的。那既然是出现了竞品，在视频的最后我也会把万代的核弹系列和英雄本色系列进行一个对比，让大家看一下它们之间除了体型上面的一致性以外有什么区别。那这一次英雄本色系列除了每一个都有主体之外，它附带了一对手型和一个武器。比较特殊的是空我这边会有个右手比大拇指的经典造型手啊，没有武器的3个角色则是用特效键进行代替。1号的头雕它这里是非常细节的，连这个复眼它都有进行还原，窥视孔，侧面的金属漆，在核膜线方面的处理的话还是比较细的，不仔细看其实看不出核膜线。围巾的话则是一个一体键，可以进行左右旋转，在脖子部分所留下来的一个可动，就是在头部里面的一个球形装，能够左右和轻微的上下和侧摆。作为小比例来说，它的可动还是算不错的了。眼睛则是非常漂亮的一个透明键，在内部也是做出了复眼的细节。胸部连接至腹部的话也是有一段可动，这边左右侧摆可以看到，而且面部的一个绿色和边上的银色都是用漆面去进行覆盖和还原的，只是说这边并没有采取分键，而是一个一体键，然后用遮盖的形式进行喷涂。腰带和裤子则是一个一体键，但是也做出了一个细节，旁边的红色、银色、黑色和中间的红色也是用的一个堆叠的喷涂形式进行覆盖和还原。手臂的话360度旋转，这边没有问题，然后一个平台也是没有问题的。会有个很神奇的东西，它做出了一个肩部的拉伸关节，这边大家可以看到很有意思啊，这里就增加了一个双手往中间屈伸的幅度，看起来还是很不错的。大臂保留了一个旋转关节，在手肘的位置它的可动将近90度左右，在手腕的话有一个球形关节，左右旋转和基本的上下可动，这边有个轻微的上下幅度的可动。胸部、腹部、腰部则是3段式的可动结构，往后、往前、侧摆，可动幅度的校准还是相对标准的。接下来是胯部，胯部的一个衔接和设计的话，就看起来非常像真骨雕，在大腿和胯部的一个衔接采用个斜切的方式进行划分，边上的漆面银色线条也是对的比较准的，甚至在表面也是有些皮套的褶皱，但是边上的这种水口位还是简单能够看出来，因为在黑色部分它是一个成型键，而在膝盖关节部位后面则是一个双段关节，以大腿和小腿之间的衔接，中间是一个扣，可以看到它的一个屈膝幅度是非常大的，能够到这个地方。接下来我介绍这些可动关节都是每个人偶里面都会附带的，然后在脚踝关节的话有一个左右，接地的话不是说特别大，但是能够保持一个正常站立。在脚踝的前后有一个轻微的幅度，在脚尖也有一个垫脚关节，在脚部的底部也是有细节的刻画，并且它的锐度还是相对较高的。手型采取一个球装连接的方式，这边可以直接进行插拔，然后进行手型的替换。特效键则是一个骑士 T 的冲击特效键，里面有一个桩，相对应的就是它的右腿下面的一个孔，
不光是可以连接支架上进行站立，而且可以搭配特效键进行更稳固的一个玩法，基本往里面插就可以直接对准，而且紧实度还是很不错的，并没有说过紧过松的情况，插进去然后抖就抖不下来了。然后再来看一下空我，其实它的这个设计形体的话，如果第一眼看上去会觉得脖子有点短，但是它的可动方面也是进行了一个保留，可以往上抬升一下。先来看一下头雕，在嘴巴部分的细节度还是保留的很不错，复眼的细节也是很漂亮，中间这一个小灯孔它也是做出了一个涂装，金属色发色很漂亮，外面还有一层光油。在肩部两边的铭文处，铭文的刻画稍微是糊了一些，但是会有点轻微的细节，腹部下面也是这边可以看出来。在胸部、肩胛、小臂部分，这边采取的是一个圆形键，但是表面做一层消光的喷涂，边缘的金色、银色也是有做到，这里的话大家可以轻微的进行补色。腰带的整体还原还是很不错的，在前面包括后面它都是一个整体的喷涂，并没有漏色，包括头部下面的金色、胸口的金色到后面围圈都是有颜色的。并且这边我发现一个很有趣的事情它有肩胛的情况下，手部抬升，肩胛它会进行一个避让，这边它的设计就是和正常的 SHF 差不多了，在手臂侧面开了一个滑槽小孔，让肩胛有一定的侧面可动。这个可动幅度的话还是很不错，并且正常的一些可动刚才在1号上已经演示过了。在下面膝盖的红色也有做出还原，侧面的这个小水晶孔可能还是需要自己去补色，垫脚关节这些都是在的。形体上面的一个表现看起来还是很不错了，除了空我这里我说存在的一个脖子较短的问题。特效键方面则是采用一个火焰的骑士体的造型，而颜色的表现则是中间的红色，然后往边缘上黄色的一个过渡。然后是亚吉陀，嘴巴部分的一个构造看起来稍微糊了一些但是在如此小比例之下，如果你不仔细看其实是看不出来的。为了让大家清晰看到，所以这边我是用了一个微距近距离的微观镜，然后看到脚的部分有轻微的一点缩焦，但是颜色它的涂装分色是较为细节的，整体是一个整体键，并没有采取分键，里面的银色、金色包括中间的黑色都是进行涂装的，小臂的涂装和膜线的一个处理都很不错。然后在边缘腰带的部分，中间黄色再衔接到黑色带银色和电镀红色的一个表达都是做出来的。在腹部的一个衔接它看起来也是很顺畅，可动方面的话前后侧踢这些都是可以办到的。膝盖甲的一个细节纹理，银色和金色的一个分层，再到腿部下来它的涂装表达都是尽力做到了还原。而特效键方面也是采用了一个骑士 T 的特效键，可以往下滑，但这个时候如果你是有 SHF 或者是真骨雕，那下面 FRS 也有下面那个亚吉陀地台其实也是可以给它用，只是显得会稍微大了一些。然后是海帕甲斗，这边可以看到海帕甲斗其实这么去看的话，它的整体身形是一个非常标志的状态并且身形的构造和一些脖子腹部加上腿长的一些矫正，看起来是非常标志的一个形体。头部透明件的塑造在里边，复眼的部分每个骑士还是做出了一点区别，中间的这个小点可以进行一点补色。在它的触角凹槽部分的黑色，它也是有一个漆面的构造在里面，侧面的黑色和银色之间的堆叠也是做出了区分。整体下来再到一个黑色零件上面补上银色，然后银色上面补上黑色，再加一点电镀红色，在银色的基础上再加点透明蓝，这里的漆面表现大家可以看一下也是很不错。旁边的肩胛的话，红色和银色没有区分开，它也没办法区分开，这里已经做得很细致了。越复杂的遮盖工艺越能看到这种模型的性质，甚至在背后它的一个后背甲加上这种电镀红加上银色，它的一个表现还是很不错的。旁边海帕甲的一个脚甲虫，这里有一点点透色了，但是也不是很严重，因为一会儿还有更严重的给你们看，不是灵动创甲甲，是腕带。然后下面连接到电镀红，再到小腿上面，膝盖甲旁边的黑色也是有注重的一个还原，两边腿的颜色都是做出了区分，造型也是单独的进行了开模，这边并没有敷衍了事百虫剑的一个塑造的话相对比较标准，并且金色的发色很漂亮，在下面银色握柄或者红色这些地方大家也可以做出一些补色，在这个之上并没有为小虫子做出一些可搭载的一些局限，我觉得这边是可以取舍的你要说做这么细的话还要做出这么变形，两边的话在真骨雕上我为什么还拿真骨雕和它比，这个点过分了。整体的话采用的是一个软胶件，它这个软胶件很软，并不会有折断的风险。然后则是四仔这边的话，我感觉在中间眼睛的部分这边漏的有点多，两只眼睛都快串到一起了。脚的一个锐度加上旁边小脚的锐度还是表现的比较清晰，整体的涂装也是在白色基础上做出了一个黑色。胸部两边的这种金属橙色在边缘做出一个黑色勾勒，胸部的一个金属绿色也是有表达。
在肩膀部分也是进行了一些结构上的保留，红色的旁边手臂的红色，另一边的黑色，然后加上下面黄色和蓝色，这些都是有勾勒。侧面的黑色加金属橙色，还有膝盖甲，这些都是有还原。开关部分的话，中间的显示舱没有特殊的小遗印，在边上开关的位置也是有涂装。把手的话，这边是不可动的，在腰带一圈都是有涂装。这边铭文是放在了屁股上啊，一个灵动创想他家的 logo。刚才忘记看底部了，底部每一个模型的底部，在他们的这个脚起始梯的一个范畴里面的纹理和花样都进行了保留。而四仔这边则是准备了他的一个火箭，这里就要提一下，火箭上面你如果条件允许，你可以进行一个渗线，让它的细节显得更丰满。这边安装方式也是将手型取下，然后直接对进去，这些球桩往里面一顶就可以进行安插，但其实顶不到底。你在插进去的时候，它的手臂和这个特效键就进行一个缝合，它的稳固度还是非常强，并且武器和人偶之间的搭配并没有出现比例失调的问题。最后则是我最喜欢的一个ZZZ。大家可以发现，在 ZZZ 身上的话，它的身上这种皮革的纹理，靠近一点，这种皮革的纹理它是有一个精确的还原的，并没有说因为它的细节过大，在小东西上不能还原，就没有去做。在背后的涂装，红色的这个，它的身上可以说是光丝血液嘛。然后能量条，再到正面、侧面这个能量条衔接下来的一个花纹，看起来是非常不错的。旁边的颜色，这种金属青色，它的颜色校准也是相对优秀。在整个腿部，像腿啊是最重中之重、最容易脱色的地方，都是做出了一个全面的涂装，让整体进行一个还原。这边因为整个头它应该都是用到了一个透明件，所以在头部包括它脑门中心这个点的一个能量灯，它都是用了一个透明件还原，并且往后复眼延伸出来的一个特效都是做了出来。在侧面、头部背面、膝面都没有任何的遗漏。在胸部正面的话，它这里用到一个金属色，对它的变身道具进行了一个替代。其实的话是透明的，大家都知道是透明的。在这里一个层层遮盖的情况下，并且没有分件，它用这种方式去进行替代，我觉得是很妥当的。在腰带上面的纹理也有一定的细节刻画，它的纹路和漆面都是直接的衔接，往后直接带了下去。武器的话，整体也是一个软胶件，一个黑色的零件在前端和侧面用到一个金属青色和金属红色的一个替代。刚才大家对灵动创想，它的眼睛是一个透明件，然后肩部有一个拉伸关节，肩胛在往上抬的时候有一个自然的避让，这些都是一个很明显的现象。在手肘部位的关节，它是一个中间嵌套的关节，并没有说外面露出榫卯啊装口的情况，并且在膝关节的位置用的一个双段关节。其次背后是有颜色的这边拿来看一下，这是01的腰带旁边的银色和红色是我补的，所以它原身并没有，并且它这里的银色也是我补的，所以它并没有。红色的话是原本就带的。这边看一下肩胛，首先说肩胛是嵌在了它的盔甲上面，往上抬放下来，肩胛久了它会变得瘫软。眼睛的话没有透明件背后全是透色。然后在背后这边为了配合它支架，而且会做出了一个支架孔，这里就比较是怎么呢？这里就比较是破坏它的造型了。这边大家可以对比一下后面这边是右边的灵动创想是非常的细节，看起来很舒服的。腕带这边在关节部分的处理来看一下它的手肘，大家看手肘这个地方，左大臂的右边，小臂负责左边，然后形成一个非常简单的榫卯结构都算不到榫卯了，这个东西很简单的一个装孔对上去，然后就达成一个效果。然后在大腿的地方也是大腿衔接小腿，一个单段关节，它的屈伸是这个样子的。然后如果换到灵动创想这边，它的屈伸是非常大的。然后在脚底他们也是有区分的，虽然都是有个垫脚关节，但是在腕带这边的脚底它是一个空的卡扣，这个卡扣并没有说有什么支架或者特效键能给它把持，它完全就是没用的。而且我早就想提的一个东西就是腕带在金属漆方面的把控其实不是很漂亮，大家可以看到表面它的眼睛虽然都没有透明件，但是它金属漆还是很斑驳的一个感觉。左边 W 的话，它的披风加上这种荧光绿色，加上这种金属绿色，大腿也是有一个旋转关节的保留，侧踢这些没问题，但是踢不上来。再到灵动创想这边，它的一个侧踢范畴可以直接踢到很高，大家发现没有？可以踢得很高。这个对于非常喜欢可动小人，你是想拿在手里玩的人来说，它的可动性可以让你更加的去充分的把玩它。
那既然提到了万代这边，也是说一下万代这边对于它的一个结构表达。大家可以看到，这边是迪迦，这边是艾斯，两个都是同一系列的一个阿尔法系列。在他们的眼睛虽然用上透明件，但是还是很斑驳。在大腿的这个关节是透色的，每一个都是透色的。当然你可以看到艾斯这边的银色，这是我画的，背后的银色都是我进行补充的，所以看起来漆面表达是不一样的。因为正版的后面它就是没颜色，并且这种大水口味。当然灵动创想家英雄本色系列奥特曼它是已经做出了成品，第一弹也是在发售当中。这边的话我目前手上也没有现货，后期也会去购入来看一下是什么情况。OK， 大概的对比就到这个地方，也并没有一个拉踩，也是做一个正常的玩家心里的一些小吐槽。其实有竞品对于各个厂家来说也是一件非常好的事儿，大家可以看到一些相互的弊病，然后进行模型的改进，对于我们玩家来说也是一件好事儿啊。这个透明件，我越看也是越喜欢。灵动创想家对于透明件的把持是非常好的。OK， 那这个就是对灵动创想家英雄本色假面骑士系列的第一弹的一个整体的魔案的测评和分享。如果有我在视频中没有说到或者没有提到的地方，大家可以在评论区或者弹幕里提出来，我这边呢可以和大家一起开心的交流。当然也催促一下灵动创想家这个第二弹尽快出来，因为我已经发现了他家出的都是主旗。OK， 一定要把主旗这个系列出下去，不要再塞入一个副旗或者是怪兽角色。因为把主旗给凑齐是我们收集党唯一的一个眷恋了。OK， 那本期视频就到这个地方结束，希望每一个玩具都能成为礼物。我是欧奇喵，我们下期再见。